Tony 帮你做功课系列，台湾品牌是怎么把自己活成舔狗的？哦，如果你没有追过女生，没有当过舔狗，那你可能真的就看不懂台湾的市场。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这个系列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如果能确实增强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哦，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家乐福即将消失，这次我们来讲台湾消费者怎么了哦。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一次用原价去买东西是什么时候？哦，你想一下，有发票的哦，不是打折，不是满额免运，不是双11，不是黑五，不是会员日，就是那种没有打折啊，你也会原价买的。想不起来，对不对？大概只剩下加油了吧，对不对啊？因为现在对台湾的消费者来说，买原价哦叫做盘子啊，你不是天生这样的。10年前的台湾消费者不是这样。10年前你去买东西哦，那个标价多少你就付多少，你也不会觉得被抢，你也没有那边什么报手机累积会员点数哦。你最早歪拍哦，买东西要加运费，这是基本的哦。哦，买东西加60块运费。你觉得很合理，可是你看现在嘞，你看到一个商品，一个卖场，它要到490块才免运，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说哇免运，而是说哇靠，这个门槛也太高了吧？那我看别家。你看到这个东西没打折，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要不要买，而是我晚一点再买啊，我再调看。你看品牌没有优惠你的第一反应不是那这家很实在，而是怎么那么没有诚意？都出来做生意了还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对正常的定义已经整个都被偷换掉了？台湾的消费者轮廓早就不是想买就买，而是等有折扣再买。根据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MIC 的分析，最能让人下单的3个理由是什么？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价格够优惠。限时促销、商品独家，你注意这3个词便宜、限时、独家，没有一个是在讲说产品品质好不好，本身好不好。再加上制度面的问题，你也知道台湾网购可以怎样，7天内无条件退货嘛，也造成了一个下单零风险、退货零成本，对价格极度敏感，对品牌故事完全没有耐心，对品牌完全没有忠诚的消费者。你可能听到这边会想说，好啊，你是不是要骂消费者了？消费者本来就该精打细算啊，我辛苦赚钱，那我为什么要当盘子？是不是？我没有要骂消费者因为我自己下班的时候我也是消费者，只是我跟你分享说台湾品牌台湾经营者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来，再来你要知道，台湾品牌已经是舔狗的形状在讲品牌的困境之前，我们先来讲什么是舔狗。如果这个会唤起你的伤心往事，那你就先吃高血压的药再来看。我跟你说舔狗不是一套行为它是一套关系结构，它有4个行为特征，这4点居然每一点都能够对应到台湾品牌正在做的事嘞来，特征1，无限度付出换不到对等回报，亏钱卖的表演型定价来，你看这个舔狗送女生 iPhone， 换来一句谢谢你，你人真好。那台湾品牌打3折加送赠品老板直播说没钱，换来什么那换来网友说妈你在骗。最近又有一名知名直播主跑路了是真的跑路叫东港强，你有买过他的产品吗？就算很89可是他就是主打便宜的和牛，可以说他就是一己之力把台湾和牛的价格给他打下来甚至他有开那个和牛烧肉餐厅，评价都很高。然后他明明是卖生鲜然后也动不动会上那个什么精品 LV 包啊，什么手表啊整个很违和这样。然后他郑重的说直播赚不了钱直播真的不赚钱。你看，虽然说是因为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才跑路，但是我这边看他的留言有一句非常的犀利，留言的人说直播生意真的很难做，网络价格极端透明，你要有订单你就要卖超便宜，问题是客人买了超便宜的和牛，不好意思，直播主出殡的时候他也不会来上香你看这个直播主像不像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这个反应就是消费者就被宠坏了你还记得2009年的 Deal 的标错价事件吗？2009超古老的你看我划线的地方，
台北地院昨判戴尔因依错误标价999及1700元出货原价7999及8700元的液晶萤幕给消费者。另外，政府也跟你说，你出错你就是给他吞下去，你赔到倾家荡产那是你家的事。然后又在2016年经济部又修法，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零售业等网络交易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你看这修正日期，民国105年7月15号。你看第5条内容很多我就不念了，白话文讲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不是价格设错、图片放错之类有没的，反正网购下单下单成交，那就是契约成立，你就是要出货。当然你在消费者端会觉得说，哇，很好嘞，这个保护消费者，政府好棒棒啊！你是品牌方嘞，你是经营者嘞，你没办法容忍犯下每一次设定错误，因为一次设定错误会直接喷掉你过往3年的利润。这样，就问你嗨不嗨就问你怕不怕？你现在上架那么多网路通路酷澎虾皮某某然后一大堆，那每一个通路打折的设定方法都略有不同。有的8折要写80%有的打8折你是要写20%，意思是你要折扣20%，你写反你看看会怎样？更遑论现在一张网络订单的组成都极其复杂，一张订单平均要走过5个行销活动满额免运、满千折扣、3件85折，再折红利点数，再扣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来的折价券。你以为你聘到的每一个员工都是所谓的毛利精算师是不是？我跟你讲，错一次就掰了。特征2，付出越多，对方期待的阈值越高消费者被宠坏到没有底线。例如说，舔狗送 iPhone 的第2个月，女生就跟他说，最近生活压力好大付完房租就吃土了。好，身为一个专业的舔狗会怎么做？是不是就直接就转账过去？然后第3个月，女生就直接把它当 ATM 来用，什么月薪3万，月存5万，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就是期待阈值的通膨。每一次的付出都让对方觉得我可以再刀你一次。台湾消费者就是被品牌用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你看虾皮的例子就够了。2015年10月，虾皮进台湾，8个月烧掉近台币70亿。这个不是来说做台湾市场，这是来掀台湾桌子的。99元免运加24小时免运加1元抢购加免手续费加免成交费，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台湾消费者现在已经被训练到，你没有免运你没有优惠你没有购物金，那我就不下单了，就是这样。那请问这个阈值是谁推高的？还不就是当年那些互相补贴厮杀的电商大平台，他们用每年几十亿的行销费用，把整个市场的消费者硬生生给他舔成高傲的女神。特征3，一停止付出，关系立刻结束。舔狗最脆弱的是，一旦他停止付出，双方形同陌路。这个我就不举例了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啊。我说你朋友不是你。那台湾的品牌处境完全一样。你想想看，你今天在 Momo 下单，明天在虾皮下单，后天跑去什么 PC Home 中间你有任何成本吗？一大堆看得见但也不好用的点数，规则一大堆的点数，你认为这个算是成本吗？没有嘛，没会员绑定，没有订阅制，所以你看现在大家都在推。没有生态圈这跟 Apple 不一样呢。你用 iPhone 5年，你的所有装置跟个资，甚至你游戏打到第几关你的那个人物正在爬一个梯子，你换手机以后，这个交接完成以后，你打开那个，它还在梯子上就这样。那都绑在这个生态你想要加入 Enjoy 的阵营，不是换一只手机，是直接砍掉你的右手跟右脚。所以 Apple 不用演舔狗因为他知道你走不掉但是台湾大部分的品牌有这个护城河吗？没有嘛，所以他只能靠什么？靠说今天比对手便宜15元来绑住你，明天对手就便宜20了那你就走了。特征是舔狗知道自己不对劲，但跳不出来。这就是很典型的沉没成本的陷阱。最后一个特征也是最残酷的，舔狗其实都知道自己在舔他也不是笨他知道对方不珍惜他，那他也知道这段关系不对等，他知道再舔下去没有结果，但他跳不出来，因为他已经付出太多了。现在停下来，就等于承认前面2年的付出，无数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接送，全部白费这叫做沉没成本谬误。那品牌也一样，你上个月打折，你业绩就来了；这个月不打折，业绩就不好，你要不要打折？
啊，你只能打了，然后就形成一个诡异的循环哦。你只有打折你才卖得动，但是你打折你赚不太到钱，你知道？那品牌你停得下来吗？停不下来啊！一停下来就是业绩不好看，然后下个月的货款就没有着落，这就是舔狗跳不出来的商业版本。饮鸩止渴有没有听过？就是这样，你已经投入太多，所以你必须继续投入，你越投入，你要补的坑越大，很像那个股票摊平哦。没有，我当初没有看错，现在跌只是一时的，我要继续加码。那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家都知道自己正在当舔狗，那为什么不集体禁止嘞？所以你要知道，市场逼品牌当舔狗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老板笨，而是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目前版本我认为以下有2个原因。原因一，消费者太少了，现在是货比人多的时代，所以斗价钱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就会变成大家就预期内建，反正遇到竞争，那我就来斗价钱就变成这样。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我国中小企业家数在2023年突破167.4万家。你相不相信？你去路上随便抓一个路人，你问他说台湾中小企业为主，你问他有几家，然后他们大概怎么讲？不知道，80002万家10万家就很多了，来167.4万家，你跟我都是啊。那也就是说，台湾这个2300万人的市场装了167万家中小企业，你要不要看一家只能分到几个消费者？当然不是这样分的嘛，只是说你自己看。所以对消费者来说，这个选择太多了。你在台北随便一条街就有乱讲5间手摇、5间早餐、3间咖啡，我光是想要买个喝的就18种选择。但是对品牌来说，你可能是什么？你可能是他今天开张的第一张订单啊，第一张业绩啊，所以就形成一个风景，就一边是没关系，我再挑一下一边是拜托拜托选我选我。这就是舔狗关系的原始设定，不对等的需要这样的结构里面，消费者不需要忠诚啊，干嘛要忠诚啊？我随时有备胎，我干嘛需要忠诚？你不演舔狗，旁边的人马上舔。这就是为什么爱情专家会告诉你说，物以稀为贵，在供给过剩的市场，需求方拥有绝对的议价权不是台湾的消费者特别难搞，而是台湾的市场结构把他们养成这样。原因二你太好取代了。在感情里面，真正难分手的是那种一起养了3年的狗一起签了30年的房贷，双方爸妈已经在讨论婚礼的这种关系，这就是要沉没成本加转换成本才叫真正的护城河。但台湾大部分品牌没这个东西啊，消费者说换就换啊都有平替什么平替？淘宝平替。这就是为什么舔狗循环停不下来，不是你想停就可以停，而是你一停，客人立刻消失立刻跑去下一家最后你要知道，成为海王是你唯一的通路反正就是我们不是只讲问题不讲解法嘛解法我也是思考过了，你看该怎么办现在这个情况，我很慎重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成为海王，成为海王，因为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嘛，这大家都会背。那女神会喜欢的男生长怎样？就绝对不是舔的最凶的那个，而是自己有事做，对你有兴趣但不舔你的人。这种男生之所以能这样，通常不是因为他清心寡欲，而是因为他怎样？他海王，他追你不止一个他身边有3个、5个、10个一起追像我之前不是也拍过那个影片，某旅行社导游同时交6个女友，时间管理大师，他对每一个都保持着有兴趣但不卑微的姿态，这就是海王。很多人以为海王就是渣不是，海王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渣，而是海王让对方觉得说被他多看一眼就是幸运。海王的付出其实不少他能记得每个人的细节生日，他也能回讯息准时回讯息，但他该出现的场合他都会出现。海王的付出总量或许不比舔狗还低呢，差别是舔狗是把所有的付出压在一个人身上，那海王是把付出分散到一个池子里面只要池子够大，稀缺感会反转。舔狗是我很需要你，海王是你在跟很多人竞争我的注意力嘛，那我就不甩你，我去忙我的，这就是你们的差异舔狗的我不说你啦，我说你朋友舔狗的进化形态不是停止付出，是做到关系反转从你是我的唯一变成你是我其中之一，你可以争取我看看让你试试看，给你的机会，这样让消费者从被你追求的对象那变成说想被你选中的那个对象。品牌呢要怎么从舔狗进化成海王我跟你分享我的3个思考。第一个思考，成为唯一，在某一件事情上成为
Top One， 就是想都不想的选择，不是说他想到你才选择你哦，是想都不想的选择。我们说产品或服务就是怎样，在面对特定人群哦，在特定的场景哦，解决特定的问题，这3点哦，特定人群、特定场景很容易被忽略，然后解决特定的问题。你想想看，海王为什么能同时经营很多人不翻车？因为他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定位。对 A 女生来说，她是最懂我那个；对 B 女生来说，她是最会带我出去玩的那个；对 C 女生来说，所有里面只有她会打电话来跟我说早安。这样，每个人的心中，她都是某个品类的 Top One 品牌，也能做到一样的事啊。例如说，我举个例子，鼎泰丰毋庸置疑吧，对不对？你只会想到最顶的谁？台湾小笼包。好，我知道你会说你家巷口更好吃，但你不能否认一般人心目中最顶的。因为外国友人来想要吃小笼包，你要带他去吃哪间？当然是推鼎泰丰，以免翻车，对不对？他就是最顶的，这就是鼎泰丰。鼎泰丰没有最便宜呢，没有选择最多呢，没有地点最方便呢，永远都在排队，有个反了呢。可是小笼包就等于鼎泰丰嘛，这个定位你看过去30年，我现在算起来快40年，没有人撼动过了。所以消费者不是去吃他们家的某个产品嘛，消费者是吃这个小笼包品类里的 Top One。结果嘞，周末排队1小时起跳，客人追着他跑，每次都这样。每次去吃都变成我要在那里排队然后跟那个同行的友人说，你们再去逛一下，快到了我打电话给你们。我靠，就在那边排，大家都在排。你看，形成了客人追着他跑，不是他追着客人跑。或是说可口可乐你一定听过一句话，可乐只有分成可口可乐跟其他，这个就是可口可乐的地位嘛，然后多的是什么盲测，把眼睛遮起来，然后杯子的包装拿掉，然后就这样倒，大家喝完以后都说这一杯好喝，就标签一揭开，百事可乐。我靠，那可口可乐是怎么办到的？那反观台湾品牌最常见的失败模式，就叫什么都想做我最便宜，我跟你说最便宜这个是不归路，这个是你不便宜就快快死，你最便宜你就慢慢死，就这样。我品质好，我服务好，我老板有故事我做公益，安那多安那。结果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你什么都不是嘛，都不是 Top One 嘛，那你还想当海王，就饿死，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任何一个维度是无可取代的。第二个思考，离开我会痛，就是塑造出我已经渗透进你的生活，你离开我，你是要付出代价，这也是海王的绝招之一，让你没办法轻易离开，不是控制欲那种这个不准你走，而是他渗透你方方面面。她认识你所有的闺蜜她是你妈妈最喜欢的人选，你们的共同朋友圈已经交织起来了，你生活中有一半的回忆都有她。你要离开，不是离开一个人呢，是要拆掉你的社交圈呢这就是商业世界的高转换成本，无异于你 iPhone 现在换到 Enjoy 品牌渗透到你生活的环节里头，让你离开的成本高到不可思议。例如说我们前面举的Apple 你用 iPhone 5年那你的照片在 iCloud， 你的通讯在 iMessage， 你的音乐在 Apple Music， 你的钱绑在 Apple Pay 里，你觉得很方便。你的笔电是 MacBook， 那你现在换 Enjoy， 这不是换一只手机呢，是要换掉你半条命呢。所以 Apple 在台湾从来没有当过一次舔狗。Apple 的特性是什么？第一，价格贵，贵到你觉得不合理。虽然我也拍过影片最近他们好像开始在发布了一个叫 MacBook Neo 那主打的是教育市场所以不要来贼了，反正苹果就是比较贵然后再来不打折，出新的 iPhone 旧的会降价，但新机想要折扣，拍谁不扣零然后第三，不跟你解释为什么一条充电线要990编织线，真的很厉害吗？因为它是 Apple 这就是顶级海王的高傲的姿态我对你不算特别好，但我就让你舍不得走第三把思考，深度认同，你不是在买我的产品你是在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这海王最高段的招数不是对你好，也不是渗透你的生活，而是让你觉得说你跟我在一起那你就会变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你为他改变，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你本来就想成为那种人，他只是刚好是通往那个版本的最速路径他只是刚好是站在那个通往那个理想中的自己的捷径的路上，就被你遇到了，就这样。这一层关系已经不是交换，就变成身份认同就是女生不是选择跟海王在一起而是她是选择说我想要变得更好的人，我想要更有钱，我想要，然后就跟他搭在一起了，就这样。所以苹果的高级版本不是用 iPhone 的各种什么花俏的功能，也没什么花俏 ，Android 都有那来帮适应，而是说我用 Apple所以我是有品味，我是重设计感然后我有科技感的人。
哈雷机车也没在卖摩托车嘛，你说其他重机有没有做的比哈雷好了？一大堆嘛，在卖说什么我是不被社会驯服的自由灵魂。你看 Lululemon， 这也不是在卖瑜伽裤啊，是在卖说我是一个自律、热爱生活、重视身心平衡的女生。你看我身材多好，我走在路上，人家一看 Lululemon 就哇，这个女生她运动，然后她很自律她就要人家这种目光嘛。这些品牌的消费者就在买这个理想中的自己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贵，因为你不是在比较一条瑜伽裤的价格啊，你在买身份认同呢。台湾目前有没有做到这一层的品牌？你仔细想一下，不然都我一直讲你的脑子都没有动起来。你仔细想一下，身份认同有没有这种品牌？那我跟你讲有诚品书店，我对诚品真的是很怎么讲啊，就是觉得一方面又可惜啦，然后一方面又来诚品书店早期诚品书店卖的是什么？它就卖书吗？而是卖什么？卖氛围啊，对不对？我是一个读书人，我是一个有文化生活的人。你去诚品做一个，他也不阻止你不买书在那边翻嘛。你去诚品做一个下午，你那边拍照然后拍出来的 IG 照，想要传达出来的形象就是我正在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对不对？文艺青年啊。那当然，诚品后来经营层的改变，然后商业化失衡，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但在初期掌门人这个90年代到2010年代，他就怎样？他就精准的把一个品牌变成一种氛围、一种身份证，你知道吗？一种阵营啊，一种宗教这样。诚品，以前去诚品很厉害吧？女生说你有什么兴趣？看书，他不是讲看书，他讲说我去诚品看书。你看，好了，讲到最后我们回到影片一开始那个问题，舔狗为什么一直是舔狗？就不是因为他不聪明嘛？有多少高学历的舔狗啊？是因为他把所有的付出都压在一个人身上。那海王为什么是海王？不是因为他停止付出，是因为他把付出撒在一个够大的池子里，然后关系就反转他从追求者变成被追求者。舔狗的错不在于付出在于说只付给一个人。海王的对不在于不付出在于一次付给100个人台湾品牌的出路不是停止对消费者好，而是停止用不那么恰当的方式继续对消费者好，是停止用舔的对他好，而是让他开始慢慢来追求你，从建立你的第一条生态锁开始从我这个品牌代表什么样子的人开始，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群人你可以选择每天花10个小时专心舔一个客人换来他偶尔的青睐，那你也可以选择花10年去建立成为某个品类的 Top One 成为一种身份认同，换来1万个客人追着你跑，那你就饿不死了付出的心血差不多，但结果可以差到1000倍。所以标题的那句话，没追过女生，没当过舔狗，别说你想经营台湾市场前半句是必修课，后半句就变成进阶课了。你要先当过舔狗，你才能体会那个无力感叫什么东西。你得理解舔狗的失败才会认真思考怎么升级，升级完了你就是海王。你看看这个舔狗的无力感，像周杰伦周杰伦歌星早期的作品《晴天》，无敌的作品嘛。你看《晴天》的歌词，他写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很远。舔狗。然后你看王力宏长那么帅，我就觉得说他人生上有遇到什么任何挫折之类的吗？随便找他一首歌花田错。你看花田错的歌词里面，花田里犯了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这不是海王吗？对不对？好，一边是舔狗这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专情很专一。然后你看换到如此帅气的王力宏，在他还没翻车之前花田里犯了错，原谅我多情的打扰，这不是海王？就是这样。所以升级完了你就变海王尽量让某特定的客人抢着被你选中就可以了就可以活得不错。你说生意要做到多大也还好，这个我在八卦里面再补充。最后祝你可以顺利成为品牌海王甚至变成海龙王彼得讲完啦怎么样？这一集我的舔狗视角看台湾消费市场如何那我们能学到什么？我还是帮你简单复习一下，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定位定位其实大学行销第一课就教了，叫 STP 嘛定位准确的品牌，只要不乱搞，你要活成小而美的样子，几率都很高那定位的前提就是你超级了解你的客人，超级了解，甚至你自己就是那种客人，有非常非常多的商业案例都是从解决自身跟朋友问题出发的嘛。那你的客人就怎样？就极端的准。那市场小是一回事，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市场小那要养活你一家小公司确实没有很难顶多你就经营怎样很多个小而美的生意就行了。
小而美的生意，这才是我所认为台湾市场小的高胜率解法哦。你不要一上来就那边说我要全台湾开连锁店，我要做全台湾的生意，你就先了解一小群人的特定需求就行了。你生意做不大就做不大，稳定就好啊哦，然后就去开发下一个特定人群会花钱的需求，就是一个小而美的生意在你手上。第二个、第三个就这样啊，而且是可以利用起你之前的累积哦，你不要那边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一遍。你之前有累积是可以拿来用的，你做这种叫周转啊 ，pivot 啊，就是那个林之晨嘛哦，台湾大的总经理也常常讲这个要做 pivot 的事情。就像篮球持球以后怎么样？你一只脚是定住不动的，可是你另一只脚在换方向，这样好。你要利用起你累积起来的资源，你创业的时候的资源，用这种方法哦，慢慢去经营出另外一个小生意。好，那你手上有几个小生意哦？那虽然无法大富大贵啊，但是也活得相当滋润啊。然后每年缴税也要缴到100多万、200多万啊。在台湾这个人口2300万的地方，你想要把生意做得超大，但是你不出海，本来就是极端困难的。所以像那个鸿海郭台铭先生，他就讲说，一个国家要靠内需自给自足，人口要有6000万，台湾多少？2300万。那你还那边你做到台湾之王啊，又怎么样？哦，你不出海真的很困难。所以台湾哦，这个人口少的市场，胜率高的经营方法，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经营成你手上有新罗起步的小而美的生意哦。可是后端的会计啊、法务啊，能共用的资源都是同一组人嘛。我的意思是后端资源要共用，你这样子存活的胜率就高。那这边可以延伸的讨论议题超级之多呢。比方说，我举个例子，火锅店哦，火锅店也是很多人创业都给他开火锅店嘛哦，火锅店哦就做到了什么？有中央工厂哦，那中央工厂还可以干嘛？接人家的订单，帮人家的烧肉店、火锅店去出他的火锅料，就跟你一样啊。你不要想说中央工厂有多屌呢，它就是一个洗菜、切菜、分袋、包装的地方。因为真的没办法叫每间火锅店自己在后面在那边洗菜切菜哦，我都去淡水现场看过一个连锁总部的，那一筐筐一车车高丽菜就这样送进铁皮屋啊，里面有很多阿桑哦在那边切袋分装哦，那也是手套也是口罩也是戴那个帽子也很好啊。人家火锅店哦也是连锁开了20-30间，肉也是一样，就是运来冰在那个里面的冷柜里面。然后他怎样？他当然优先供应自己的火锅店嘛，那他也供应其他牌子的烧肉店哦，烧肉店。反正料不是都差不多哦，原料都差不多，所以这样原本的中央工厂就变成另外一个小而美的生意了啊，对不对？此时老板手上2个生意，第一个加盟火锅店哦，然后去供料；第二个中央工厂，这营收凑一凑也是很不错呢。以上是火锅店哦，这个餐饮业的例子。那零售嘞哦，零售哦，我也帮你想了一个，如果你卖手机壳，你卖得很成功。不要说很成功啊，就是还行跑得动，那你接下来当然就会去尝试卖什么保护贴、充电线这些周边。为什么？因为工厂资源往往是重叠的，你那个手机壳的工厂哦，应该他也有办法帮你去处理那个保护贴的厂商哦，或者你要从哪边叫哦，通常那一帮人都是一起认识的。然后你的怎样？你的包装纸箱啊，你的物流重量啊，手机壳跟里面放膜而不是差不多，所以你就不用为了这个新产品去重新找物流公司重新协议新的价格，不用。这就是我说的共用哦，供应链的资源就会形成另外一种小小的生意，就看你要不要把它经营成另外一个小而美的生意嘛。总之我在业界这几年，大公司当然也拜访过，那小公司更是多不胜数哦。我自己看起来活得很滋润的小公司老板，往往有一个共性哦，就是他怎样，他手上不止一个生意每个也不大做大也不想，因为做大第一台湾就这样没市场。那第二，投资就要咬下去了，那个投资都很重，所以他就维持现状就很好。结果他的后端公司同仁同一套人马，就这样几个事业体哦，这个营收凑一凑，毛利也是相当滋润啊。这样就怎样？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去做广阔市场的舔狗，搞到最后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参考。你要知道你的产品或服务核心到底是要帮谁解决问题，还是仅仅为卖而卖哦？就为卖而卖，就是其实他们想要什么，我这能讲，我也不 care， 反正我这上这个能卖得动卖不动我就打折就这样，我就减价优惠，就这样。那我跟你讲，你就会逐渐陷入跟同业斗价钱的泥潭，之后是很难脱身的哦。多少人找我说要做顾问案然后都是为了去解一大仓库的库存，我是不敢接啦。那这是怎么回事？当初都是斗价钱斗下来的
残兵败将哦，残花败柳放在那边，一整个仓库保健食品哦，还母婴吃的保健食品，然后效期只剩3个月，然后库存700多万，然后问我怎么办？我靠，是你觉得怎么办？特定人、特定需求哦才是保障。就像我这个频道从来没有 care 过什么 YouTube 播放量带来的广告收益啊，我就是拍影片给老朋友、客户们看，就陪台湾中小企业主这样一起取暖。我解决的是面对电商雾里看花老板们，我就那个参考资料如今我的收获就特别的丰硕，对我来说也是个人生中小而美的生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欢迎你底下留言分享，你有听过舔狗翻身的例子吗？你的留言我都会看。最后，我这个频道有 YouTube 频道会员功能，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与时间，把节目做得更好，把商业世界中人家的成功之处或失败之处拆解给你看。失败我们就避坑嘛，成功我们就模仿嘛。电商通理城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祝你生意兴隆，祝你开车在外都刚好找得到停车位。我觉得后面这一句比较更实际，对不对？想很久。讲八卦，前面实在是太硬邦邦，我也知道那八卦我们聊点轻松的来讲一点资本市场的操作资本市场，我先说我个人认为健康的现金流比漂亮的营收更重要，因为我们就没有要跟人家易来易去嘛，我们要长久稳定经营成长嘛，自己的家人然后员工都活得越活越滋润，这样就好了嘛。台湾人普遍就是这样小富即安的这种性格没有什么说我要健康的现金流，我不要轰轰烈烈放一次烟火然后被抓去关。生意有很多种，简单的分类 C to C、B to C、B to B、B to B to C， 这你都听过。C to C 就拍卖嘛，消费者对消费者。B to C 就 Momo 嘛，Momo 就是 Momo 这个企业对你对消费者。B to B 就企业跟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以前上班就是这种工作。B to B to C 变化球就是像加盟总部对你，你对消费者这样。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商业模式叫做 B to VC 呀？屌吧？帅吧 ？VC 是一个词Venture Capital 创业投资或叫风险投资、创投啦，投资人你这样想就对了。投资人是指专注于那种未上市然后高成长潜力的新创企业。其实很多你是很难遇到因为你不在那个圈子，你很难。你今天只要开一个那个火锅店，然后生意很好，他们自己就会找上来了，就会这样了，就要跟你谈一些投资的东西。他要给你钱换股权追求的是高风险高回报。他还不止投钱呢，他还会给你很多你没有的东西，比方说管理咨询市场资源、战略指导，反正就是这样。那换句话说这种 B to VC 商业模式，老板在赚谁的钱？他赚消费者的钱吗？不是，他赚投资人的钱，或是赚银行的钱帅不帅？像是每年的加盟展加盟展好好看，我真的是诚心建议说，你去加盟展就是每年有加盟展你都去看，你可以看到什么各种花式割韭菜，哇操，超厉害！花式割韭菜公司现场表演，还不用钱那既然加盟生意是赚加盟主的钱很多这种说法嘛，这个拍出来我实在得罪人，所以不敢拍。那加盟生意就是赚加盟主钱反过来做的有没有？加盟主反过去赚那个加盟创办人的钱，我跟你讲超多反过来做这个上层的世界上层，因为他们玩钱的上层的世界长这样。来，银行看流水然后创投看市占创办人看股份。好，那一个一个说银行看流水就银行在核贷的时候，最重要是公司营收流水那你只要账面上每年有几亿的这种跑来跑去几亿的流水，而且还赚钱中，不是毛起来巨大亏损赚一点点都没关系，赚一点点都叫做赚，那银行就很 OK 就会给你更高的额度这个信用额度不是是不是拿去真实做生意，还是这个贷款以后就拿去做别的东西了，那就再研究咯这也是为什么好配合的财务主管薪水会那么高第二，创投看市占，投资人最看重的是那个收益比嘛，对他们来说亏损都还好，以后规模化就抵消掉，但没人买，那这个生意真的会局掉我跟你说，一个营收1亿利润1000万的公司跟一个营收10亿利润0的公司，你知道后者在卖的时候价格会比前者高好几倍吗？因为营收10亿，我跟你说太好变出其他钱来了，太好变出来了我都知道好几招了所以这个就会有人想要进来介入啦，然后来变这个钱这样
在创办人看股份哦，这个不难理解啊，怎么还有人要贴着成本做生意？你看前面这2点，因为他就是要把账怎样做大做漂亮啊，只要是赚的，赚多赚少倒是无所谓，只要是赚的哦，只要营收能够持续成长，那创办人手中股票的估值就越来越高。你不要说上市柜了，光是圈内人哦，看到你公司还没上市也没差，我靠，按你公司营收给他做到10亿哦，都会想要花钱入股，你知道？就我是带一帮很厉害、很嗜血的财务团队来，然后我就去看你这个营收10亿，我能怎么变出其他人的钱？啊，创办者怎样？他就卖一点点股份，过亿，哦，过10亿的身家就跑出来了。所以生意百百种，我真的是算很诚恳的，我一直都在第一线面对消费者哦，我赚的是本业的钱。结果你看人家那种高玩哦，高级玩家哦，高玩哦，根本就是把消费者当成什么一出资本大戏里面的群众演员。对，贴近成本卖也没差，账漂亮，银行贷款就漂亮，银行贷款漂亮就可以扩大规模，把账做得更加漂亮，更加漂亮，银行贷款又更加漂亮。好，东搞西搞，贷个1亿5千万出来，银行又要怎么确实管到你每一笔钱要怎么用，对不对？那个过亿的现金趴在你公司的户头，你是老板，这就是诱惑，你忍得住吗？